只有本尊才了解游戏规则。但是这些分身并不知道本尊，所以就看不清楚全貌，因此他们也就意识不到自己究竟充当的是什么角色。虽然得不到承诺过的好处，但至少没什么损失，所以谁也不会不打自招的卷到这个案子里来。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沉默。对，但是要把分身聚在一起，就能够知道本尊的样子。但关键是要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把他们聚在一起。所以警局就成了最安全的地方。那他们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分身全给干掉？这不是更干净吗？哎，那些分身肯定不会主动说出他们在南港码头案当中做了什么，因为他们以为只有他们自己做了手脚。明白了，除掉他们，反而会让警方察觉到这件事情跟南港码头案有关。那你怎么就敢确定他们到了监狱就可以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呢？你凭什么那么自信他们一定会为你拼图呢？人家不干怎么办？什么意思呀？那个季先生太厉害了，就一张纸头把我们大家都搞进来了。表面上看把我们送进警局是为了保证安全，其实呢，把我们推入火坑的正是他噻。利用他的手段，不动声色地让我们上钩，就相当于直接把我们暴露在枪口之下。那个幕后黑手知道我们跟季先生接触过，肯定不会放我们。如果不乖乖跟你们合作，那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你们就乖乖的跟季先生合作了。按照纸条上说的，我进来之后通过暗号锁定张善民的身份，之后就一直试图还原3年前那桩案子的原貌。接下来，胡西斯的加入，让整个拼图变得清晰了起来。我虽然刚进来不久，但总算是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。那好，那咱们就切入正题吧。那就我先来说。怎么样，韩市长是不是发了很大的火？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女儿，众目睽睽之下中了枪，不发火才怪。对不起啊，又让你替我背黑锅。现在也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韩市长坚持现在就要见曹一文，见曹一文？我已经劝过他了，但是他根本就不听，直接用命令的口吻要求我现在就把曹一文带去见他。你要知道，曹一文是嫌疑犯呐。我知道。韩市长想见曹一文，我确实没什么话好说。但你要知道，现在外面有一个杀手正要杀曹一文，万一曹一文死了，我们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法查下去了。那我再找市长做工作吧。等等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我知道你为这件事情已经付出很多了。这样吧，如果真的要见曹一文，只能秘密进行。我们给曹一文戴上头罩，从后门押上囚车，直接送到政府大楼。我听你的安排。听你们这么一说，整件事情我基本了解了。但还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。什么？跟你们见面的那个人，都称自己叫季先生。对头啊。可是季先生从来不会让别人替他交代任务。我们虽然都知道季先生这个人，但都没跟他打过交道啊，哪知道这些规矩啊？只知道季先生要亲自出来做局，那肯定得大捞一把，所以就欣然接受了。还有一点，你们4个都说自己见过那个所谓的季先生，可是你们凭什么断定见的是同一个人？他跟你们见面的时候不可能不乔装改扮，而且你们也没有条件通过口音来辨别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关于这一点啊，我们都做过慎重的考虑的。的确，这个季先生啊，从外貌上来看呢，我们每个人看到都是不一样的。但是通过我们仔细的回忆他的每一个细节，
发现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。什么？那个假冒的季先生在得到我们肯定的答复之后，都会不自觉的抚摸自己的眉毛。这个动作虽然很小，但他每次都出现在跟我们见面的时候。哎呀，也许就是他撒谎的时候的下意识动作，他自己都不晓得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基本就能断定，就是这个人。但现在仅仅通过一个小动作，还没法确定他的身份。反正我们能做的呢，就只有这些了，剩下的事情就只有你们自己去搞了。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把得到的这些消息送出去给季先生。对头。听说你向副市长的女儿开枪了，这进警局的法子多的是，有必要做这么绝吗？这是。委员出来。快，把它放上去。一会儿我们就坐这个车，就2辆车，应该不会引起别人注意。好。死了，就是说，在你们警察局的门口被给炸死了。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押送的危险，所以才选择在后巷秘密押送。估计是安排的囚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所以说，你认为曹一文的死责任在我了，是我不该坚持把他带到这里来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。这次是我们大意了。好了，不用再说了，人都死了，再说也没什么意义了。这么着吧，你们赶紧回去，把这个案子结了吧。什么？结案？现在曹一文已经死了，你还想查什么？啊？你还嫌人死的不够吗？你是想查到连我这把老骨头都搭进去了才肯罢休吗？韩市长，我回去以后会马上整理资料，稍后给您一份详细的报告。好了，你们先走吧，让我自己静一静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就差一步，这曹一文都抓住了，真相就在眼前。可是你已经尽力了，啊！我知道，但是算了，回头我把资料整理一下，跟你送过去吧。这事儿不急，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我来做。我们是在等曹一文回来吗？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，他不回来，我们就得想别的办法了。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？肖记者，啊，今天的采访可能到此为止了。哦，好，季先生再见。再见。走了。先生，谁都可能有这么一天。
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，还有更多的事情等我们去做。真的还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吗？哎，干什么？再跟我走一趟。哎呀，你们弄错了，我不姓陈。哎，你们搞。那个曹一文，真的死了？心腹大患终于解决了，这下我有个不必躲在这个鬼地方了。哎，还有件事情要交给你，这是必须搞定，绝不能让没有关系的人看到。好的。目标已经解决，你的任务结束了。3天后安排你撤离，做好准备。季先生落网后遇袭身亡，南港案再次不了了之。没料到这次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。这次他们总该确信我死了吧？走吧。买表，起来。没有。走。我是西门分局局长龙世清。为什么会牵扯到叶云秀？为什么会牵扯到叶云秀？你是不是想让全警局的人都知道，我把你藏在这儿了？冷静一点。叶云秀只是一场意外，知道是谁开的枪吗？陈博文。你放心，他跑不掉的。快，把他放上去。怎么回事？你看明天的报纸，就知道答案了。季先生交给你的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了？南港码头案，我基本上算搞清楚了。幕后真凶是谁？啥意思？看来这条线索对你没价值。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。你赶紧把掌握到的情报告诉季先生，在没有找到真凶的线索之前，我们暂时不要再见面了。好了，3天前那个案子总算是水落石出了。跟下来，咱们就要查一查那个贾季先生的真实身份。你刚才说他有习惯性动作，
能说的具体一些吗？就是他在说服张善民那些人的时候啊，老喜欢用自己的左手摸自己的右眉。怎么了？到头来，是他策划了这一切。难道是？那个我以为已经死掉的人，是他？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。如果他一旦确认目标已经上钩，就会通过这个手势来通知我准备下一步。也许是因为我们一起做的局太多，所以这也变成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习惯动作。可你说的这个李耀堂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还说你亲眼看见了？我亲眼见的是他倒在一片血泊之中。不过这也就说得通了。3年前，除了他，没有人能用这种手法来下这么大的一盘棋。这确实非常复杂，而且分身乏术，要想成功实施，必须多人来完成。但是越多的人越容易出纰漏，一个人的失误就会导致全盘皆输。蒙人不难，难的是怎么全身而退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去执行，成功率就会很高。但是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时空里啊。所以我说它只是个理论上的游戏，没有可行性。德国人在测试武器系统的效率时，他们会把一个复杂的系统分成若干个工作单位，只要每个工作单位能够成功，它的整个系统也就可以成功运转了。也就是说，是系统中的独立单元。这其中的执行者不需要兼顾其他人，甚至他们都没有必要知道有其他人的存在。只要他们能够成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，那么整个计划也就成功了。所以，对我炸死，也是他摆脱嫌疑的唯一手段了。你们俩不是生死兄弟吗？他干嘛用这种手段来陷害你呢？这个问题我比你还想知道。这些年，我还一直想着要为他报仇呢。那你就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？不，我根本不愿这么想。看来，你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。现在，有办法找到他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。现在要把他找出来，谈何容易啊！不过，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。我还记得3年前，他约我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他既然准备让我相信他死，那他登记入住的身份就不会做太多的掩饰。但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查得出来他有谁住过那个房间吗？那就要看龙世清的本事了。我们已经帮他缩小了范围。我会想办法联系到他的。下面，我想自己静一静了。哎，服务员，
请问李慧香今天怎么没来啊？哦，刚才还在，不过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好，谢谢啊。我看到你刚才说的奇怪的人，你赶快走吧，从这儿绕出去。我真想搞清楚那个人究竟是谁。走了。他就是玫瑰。什么玫瑰呀？别问了，赶紧离开这儿，到前面等着我。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少废话，赶紧走，快！来人，你们俩把这处理一下，记住，千万别让人发现。是。对了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他叫徐冬梅，就是这间咖啡厅之前的7号服务员。他死于一场火灾。死了？不是说他回老家去了吗？表面上是死于一场火灾，但是我到案发现场又发现了这个。当时我也很奇怪，我心想日本人为什么会对一个餐厅服务员下手？后来我就前往徐冬梅所在的这家咖啡馆，调查一下他的背景。请稍等。麦先生，怎么没到星期六你就来了？哦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今天过来，没给你留位置。哦，没有，我来找个东西。找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一支钢笔。我上次不知道落哪儿去了，我看看会不会在这儿。我没看到什么钢笔，你确定是落在这儿了吗？不确定。切，我上别处找找去。哦，那星期六还给你留位置吗？好，留着吧。找到啦。什么？这支钢笔对你一定很重要吧？哦，我是靠这个吃饭的嘛。我是说，这支钢笔对你一定有特殊的意义吧？所以你猜我就是那个每逢周六会坐在窗边位子上的麦先生。另外，直接告诉我，徐冬梅的死一定跟你还有李慧香有关系。所以我就给你打了电话，动了你的咖啡杯。希望引起你的警觉，让你不去喝那杯咖啡。7号桌麦先生，对，快，走。可你怎么知道那里边一定有毒呢？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确定，
不过这里边确实是有剧毒。王警官，你赶紧进去，把7号桌上面的一个酱罐给我拿走。是。谢谢你帮我几位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对了，从那边走就可以上大路了。行嘞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给我的那个酱还在桌子上。那如果他真的是日本杀手，为什么不早对我动手？我想，也许他想从你这儿得到更多的情报。不过，你迟迟没有张嘴，他也就下定决心向你下毒手了。行了，别发愣了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这是通过季先生提供的情报，我们找出的几个重要嫌疑人。你把这个交给季先生，让他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他以前熟识的老面孔。那李慧香，她根本不是什么李慧香，她原名叫做北条惠，是代号玫瑰的日本特工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应该就是南港码头案幕后真凶所派来的杀手。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公开他的身份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好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去处理吧，你就别操心了，赶紧回去，把这个资料交给季先生。龙局长那边还等着我的消息呢。看，董祖英。董祖英，这就是你现在的名字。表面上是信义区赌船的老板，实际上上海好几家赌场都是他幕后控制，为的就是用赌资洗钱。这在上海滩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江湖上很少听到他的名字。3年前，突然发迹，准确的说，应该是在南港欺诈案发生后不久。一夜之间出现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，行事很低调。为他做事的人，很少有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。这风格有点像你呀。哼。现在这所有的资料都显示，这个人就是幕后主脑。根据你父亲日记上的记载，5年前他到上海来，是因为受到一个朋友的邀请，因为那个朋友说可以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帮你父亲打通很多的门路。之后，他们就联合成立了星海贸易商行，但是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星海贸易商行的任何记录上。也就是说，星海贸易商行背后有一个影子合伙人。这个人了解星海贸易商行的所有情况，并且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运作后台工作。但是麻烦的是，全公司上下只有你父亲一个人知道这个人的存在。换句话说，除了我父亲，就没有人能够指证他。看守所那4个人，充其量只能为我们找到他提供线索。他们的证词也算不上是有分量的证据。董祖英放过了张善民那些人，唯独没有对你父亲手下留情。现在要证明董祖英罪行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找到那笔赃款的下落。说起来容易，我们能查到现在这个地步，已经是极限了。最棘手的是，虽然我们现在能够知道主谋就是他，可是我们拿不出证据来。我们也不知道3年前南港欺诈案那1200万的赃款，他是怎么搞到自己口袋里去的。
就好像一夜之间从银行蒸发了一样。这就要他自己来向我们解释了。也对，你了解他，那你告诉我，怎么让他开口？这个董祖英已经不是我认识的李耀堂了，他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。那咱们现在究竟该怎么办呢？通知石永川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。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？叶云秀怎么样了？还在昏迷当中，那小子呢？跟小叔子离开的时候一样。看着心爱的人倒在自己怀里，谁受得了？现在也许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。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他了，何况你对他也…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没有人能够代替叶云秀在他心里的位置。他既然已经决定这样，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。你呢？我？你心中那个人也是否无法替代？这次的目标叫董祖英，你看一下。他就是南港码头欺诈案的幕后黑手。目前还没有找到突破口。经过这几天的观察，他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箱，这里面很有可能是关键的线索。把他偷过来。不行，这个人为人十分谨慎。如果他发现手提箱丢了，那里面的东西也会变得毫无价值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找机会打开他的手提箱，用照相机拍下里面的物品，回来慢慢分析。这箱子上有密码锁，如果不知道密码，很难做到不让人察觉他的箱子被人动过手脚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弄到密码。怎么弄？这个董祖英每个礼拜会去一趟私人会所，在进场前保安会搜身，只有这个时候，那个手提箱会短暂离开手。我们只有抓住这个机会。差不多是时候可以确定目标了。怎么样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当然是用季先生最擅长的方式。有件事儿，我一直想不明白。什么问题？既然你知道我会定时出现在咖啡厅，为什么还去叫叶云秀来找我？其实我知道，一直有人在保护你的身份。一旦有人知道我们俩是兄弟，马一彪第一时间就能发现你。哼，原来你什么都知道。谢谢你，救了我一命。傻小子，我是你哥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会救你。虽然命运把我们俩带到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上，但是没想到，却用这种方式又在这儿汇合了。怎么样？等这一切都结束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有什么打算？原本打算远走高飞。但是现在嘛，放不下叶云秀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有没有想过留下来一块儿跟我做警察？我说的是真的。
如果有你在，我相信真的可以阻止不少的欺诈案，像3年前那样的惨剧就不会再上演。好了，好好考虑考虑我的建议。好像是第一次，我们的心贴得这么近，有个哥哥挺好。走吧。等等，这不是我的箱子。哦，对不起。把那酒拿来。卖爆嘞！卖爆嘞！卖爆喽！卖！把酒打开，给我们道上送啊。哎，天气好。啊，冰酒。那哪种？上面。这个。对。左右啊？不。那边那个 M 打头的吗 ？M 打头的。这个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新来的吧？我去洗手间。别跑！